有些人用哑铃能燃脂，而你在跑步机上却没效果，为什么？事实是这样的，大多数男性做45分钟有氧运动却难以燃烧脂肪，而少数哑铃动作能够同时提升心率并锻炼肌肉。不是啦，我不是在说2头肌弯举或3头肌后踢，那些动作只锻炼一块很小的肌肉，几乎不会燃烧多少热量。我说的是那些一次性调动你最大的肌肉群的动作，腿部、背部、胸部和肩部。真正燃脂就是从这里开始，问题不在于你的努力，而在于你的工具。稳态有氧运动只在你运动时燃烧卡路里，一旦你离开器械，卡路里燃烧就立即停止了。但这5个哑铃练习让你的身体在锻炼结束后数小时持续燃烧脂肪。90%的人跳过了所有这些动作。别走开，最后你会学到比跑步更有效的燃脂锻炼方法。没有机器，没有健身房，只有你和一套哑铃。推进器是你能找到的最接近全身燃脂机器的东西，除了它可以放在你的手中。这是一个前蹲和过头推举结合成一个动作，这意味着你的腿部、臀部、肩部和核心在一次重复中都会发力。这样的复合动作相比单一肌肉锻炼能消耗更多的卡路里，因为它们能同时调动更多肌肉。收益很简单，更多的肌肉工作意味着燃烧更多的燃料。在设置期间和很久之后，这是大多数男生容易掉进去的陷阱。他们将推进器视为2个独立的动作，深蹲、暂停，然后推举。那个死停彻底破坏了动作的连贯性。力量应该从你的腿部发力，连贯地通过重量传递上去。当你把动作分解开来，就会失去让它持续燃烧的动力。那么正确的做法是这样：站直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双手各握一个哑铃，放在肩膀前侧，手掌相对朝内，肘部朝前，就像坐在低矮的椅子上一样，臀部慢慢向后下方推，蹲下，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。现在脚跟用力蹬地，当你的腿伸直时，利用向上的力量猛地将2个哑铃举过头顶，双臂完全伸直举过头顶，然后将哑铃带回肩膀，顺畅地进行下一个深蹲。把它想象成一个连续的弹跳，而不是停停走走。一周的进行。第1周是用轻重量训练，只用哑铃或10磅的哑铃，目标做3组8次标准动作，重点关注腿部到手臂的流畅发力转换。第2周就增加到3组，每组10次。第3周每组增加1点重量，或将次数推至12次。如果一开始推举时肩膀感到吃力，可以改为单手推举或减轻重量。形式总是战胜自我。推举动作有助于锻炼从地面发力，力量自下而上传导。正是这种品质让你保持强壮和灵活。保持力量、灵活性和独立性是健康老龄化的关键。大多数男性失去那种爆发力的速度比失去原始力量还要快，而这个动作则直接反击。但腿部和肩部只是整体的一半。下一个练习让你面朝下，迫使你的核心肌群以大多数人从未体验过的方式发力。Renegade Row 让你的腹肌和背部全力运作。你从俯卧撑姿势开始，抓握2个哑铃，然后一只手将哑铃拉向肋骨，另一只手撑稳地面。这一动作迫使你的整个核心部位紧绷起来，以防你失去平衡。大多数人都用仰卧起坐来锻炼核心，这可以训练它在你的四肢移动时抵抗旋转，发挥其真正的作用。看一个人做错这个动作，你会立刻看出来。每次他拉扯时，臀部就像跷跷板一样左右摆动，那种扭转意味着重量占了上风，核心失去了稳定性。全部的好处在于保持身体平稳不动。划船这部分几乎是最简单的，真正的工作是你身体为保持稳定所做的一切，教你如何做到位。双手各握一只哑铃，进入俯卧撑姿势，双脚分开，距离比肩宽，脚站得越开，感觉越稳，所以一开始就站得宽一些。收紧臀部和腹部肌肉，就像在准备挨一拳那样。保持臀部平稳且水平，将一只哑铃笔直拉向肋骨一侧，肘部向天花板方向用力推，另一只手臂保持锁定并压在地面上，将负重慢慢的放下，保持控制。然后画另一侧，想象有一根扫帚横放在你的下背部，你的任务就是防止它滚下来。慢慢来，花几周时间适应。第1周，先把哑铃放一旁，稳固的保持俯卧撑姿势。用20到30秒的时间，让你的身体感受什么是稳定。接着做慢速划船，每侧3组，每组6次。
第2周开始，每侧做3组，每组8次，重量轻一点。第3周，将双脚靠得更近几英寸，以增加难度或稍微增加重量。如果一开始标准俯卧撑姿势太困难，可以改为跪着做，你依然能锻炼到防扭转的核心，这个动作效果明显。掌握这个动作，你不仅是在锻炼更强的核心肌肉，还在大量有效燃烧多余脂肪。划船时全身保持紧绷，使每一组动作都变成全身发力，这比任何仰卧起坐都能激活更多肌肉，燃烧更多卡路里。那种持续的紧张感也会保持你的心率升高，所以脂肪燃烧不会在完成一组时停止。你的腿和核心现在已经激活了，现在就把这对哑铃变成你的燃脂利器吧。受到健身房中最被误解的运动之一的驱动，哑铃摆动是隐藏在大家眼前的燃脂利器。这是一个爆发力十足的髋部动作，将身体前倾，用臀部发力，迅速将哑铃提至胸部高度，依靠下半身的力量。这个动作能比几乎所有单哑铃动作更快地迅速提升你的心率，因为它将速度与最强壮的肌肉臀大肌和腿后肌结合起来。快速有力的动作像这样，在你放下重量后，身体仍会持续燃烧脂肪。这就是大多数人犯的错误，他们做深蹲，上下移动重量，膝盖弯得很深，却像做前平举那样用手臂提起重量，那是反的。摆动不是缓慢的提举，而是快速有力的爆发动作。力量来自你的臀部像铰链动作一样发力，而不是膝盖弯曲和肩膀向上抬起。动作做错了，你只会让手臂感到疲劳，而脂肪却一点也没被燃烧。所以正确的做法是这样：双脚站开，稍宽于肩膀宽度，用双手握住一个哑铃，置于身体前方，臀部向后推，膝盖微曲，不过度弯曲，让哑铃像橄榄球一样在双腿间往后摆动，然后爆发，迅速向前甩动臀部，并用力收紧臀肌，借助这股力量将哑铃抛到大约胸部高度。你的手臂只是起引导作用，不是用来抬起重量的，让重量自然落下，同时你的臀部向后折叠，自然而流畅地进入下一次动作，让髋部向前发力，不要只是抬高手臂。在几周内逐步养成这个动作模式。第1周，负荷轻，专注髋部发力，做3组，每组10到12次摆动，休息时间视情况而定。第2周，加快训练节奏，目标每组15次，使用稍重的重量。第3周，挑战3组20次，或者用间歇训练的方式完成，摆动30秒，休息30秒。如果一开始觉得髋部折叠动作不太自然，可以站在离墙大约30厘米的地方，练习将臀部向后推，直到轻轻碰到墙面。这正是你想要的动作。掌握好摆动动作，你就得到了一个便携式的燃脂利器，可以在几分钟内提升你的代谢水平。不需要跑步机，爆发性的臀部力量也是让你在晚年依然像运动员一样冲刺、跳跃和移动的动力。久坐会导致臀部力量下降，现在你体会到了臀部缓慢且受控的动作。下一个动作延续了同样的爆发力，速度和强度则更胜一筹。哑铃抓举是比摆动动作更快、更具爆发力的变体，用一个哑铃就能做到的最有效燃脂动作之一。你以一个连续的动作将哑铃从地面推举到头顶，并完全锁闭，移动的那么远那么快，几乎所有肌肉同时参与发力，心率骤然飙升至极高水平，令人兴奋。那就是燃脂绝招，全力投入，全身锻炼，休息极少。很多人其实没意识到这一点，抓举并非单靠手臂完成的动作，力量来自你臀部的爆发力，发力不是靠肩膀。如果弄错了，你会在几秒钟内气喘吁吁，无法达到这个动作应有的脂肪燃烧强度。动作来了，双脚与肩同宽站立，一只哑铃放在2脚之间的地面上，臀部铰链弯曲，保持背部平直向后抓住它，用双腿发力，快速挺髋向前，像启动割草机一样将哑铃紧贴身体向上拉起。当它达到胸部高度时，翻转手腕向上击打，直到手臂伸直，有控制的慢慢放回地面，然后重复动作，保持重量沿着接近身体的直线运动，将其用作燃脂训练而非力量提升。第1周，负重轻巧，保持动作规范，每只手臂做3组，每组5次重复。第2周，加快节奏，每臂做3组，每组8次。第3周，将其变成一个体能训练工具，每只手臂进行30秒抓举，短暂休息后重复。
正是这个快速的节奏，让你的卡路里消耗飙升，并且在你停止运动后依然持续攀升。掌握抓举技巧，你就拥有了终极单哑铃燃脂神器。很少有动作能在更短的时间内燃烧更多。你现在掌握了腿部、核心、臀部和全身的力量。最后这招几乎融合了所有动作，是个高强度的终结招。Man Maker 这个名字可不是随便起的，这是整个训练系列中最费力的燃脂动作。它将4个动作合为一次完整的动作，包括俯身划船、俯卧撑、挺举和推举。一次动作依次锻炼胸部、背部、核心、腿部和肩膀，意味着你的全身从头到尾持续发力。没有什么动作像一次连续调动这么多肌肉那样，能让你的心率飙升，燃烧大量卡路里。这就是陷阱，大多数人急于完成，弄得一团糟，牺牲每个姿势，只为了完成一遍动作。那样做是不对的。当你匆忙时，动作就会偷懒，失去了让肌肉燃烧的紧张感。这样一来，你就容易扭伤或受伤。Man Maker 的魅力在于稳定地完成高强度动作，而非随意晃动身体。让我给你讲解一次完整的动作。起始于俯卧撑姿势，双手握哑铃，双脚稍分开，以保持平衡。将哑铃滑向肋骨，控制放低后再滑向另一侧。现在做俯卧撑，胸部靠近地面。接着跳起双脚落到双手旁边，保持手中握着哑铃，落入低蹲姿势。用双腿发力站起，同时将2个哑铃提到肩膀上，然后用力将哑铃直推过头顶，直到手臂完全伸直锁住。这就是一次动作。轻轻地把哑铃放回地面，往回走或跳回到俯卧撑姿势，然后接着做下一次。慢慢来，这个动作会让所有人服气。第1周使用较轻的重量，专注于每个动作之间的顺畅过渡。做3组，每组5次即可，充分休息。第2周目标3组，每组6到8次，动作要干净利落。第3周将次数增加到10次，或者作为收尾动作，在3分钟内完成尽可能多的标准动作。如果一开始动作太难，可以先放弃俯卧撑，改为膝盖着地的划船，等力量增强后再加回。掌握曼梅克，只需1个动作即可完成全身锻炼，以最短时间实现最大脂肪燃烧，无需健身房。像这样串联动作，正是让你的身体保持协调、有韧性，并且随着年龄增长能够应对生活中各种挑战的关键。5个动作，1对哑铃，燃脂效果比楼里所有跑步机都强。没有跑步机，没有器械，没有那些你一停下来就失效的45分钟慢跑。包括推蹲举、划船、哑铃摆动、抓举和综合训练，90%的人都直接忽视了这些动作。让我问你，你还打算拼命做那些一做完就没效果的有氧运动多久？拿起1对哑铃，从第1周做起，亲自感受变化。如果这改变了你燃脂的思路，不要错过，订阅并开启通知吧，因为下一次锻炼可能就是让你终于达到一直以来目标的那次。